妈，我想上学。妈知道你想念书，可家里卖了2只羊，一共就凑了32块，学费还是不够。别哭了，你爸去你大伯和二姑家问了，看能不能借点儿。他爸借到了吗？大姑家给了2块，二伯家给了5块，都说家里也揭不开锅，多的真拿不出来了。妈，我先去学校求求老师，我先看能不能先让我报上名，剩下的等后面再补。流年，是爸没本事。爸，你别这样说，只要让我念，我一定好好念。里面有2个窝头，路上饿了吃。嗯。同学你好，你知道在哪儿报名吗？我也要去，一起走吧。谢谢。名字？许流年。学费加书本费一共68块。我带了39块，差29块。老师，我家里实在凑不出来了，能不能让我先报上名，剩下的我打条秋收之后一定补上。孩子，你的情况我理解，但学校有规定。我走了40里山路来的，我真的想念书。我说过了，这是学校的规定。下一个同学。老师，他那份我一起交了。你替他交？认识？我爸说了，能帮人就帮。老师，他差多少，我补上。许流年登记。下一个。同学，这钱我一定还你。我家秋收之后。不用还，以后好好读书就行。对了，你的座位在我旁边，靠窗户那个。说起来，你们还记得顾清河不？听说早就不行了，前几年离了婚，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菜市场摆摊卖牛肉。在哪个菜市场？老许，你现在身家200个亿，还惦记一个卖牛肉的？人家许总现在是大老板，搞慈善都搞到老同学头上来了。马德士，我问你，他在哪儿？好像是省城南边的正泰菜市场，具体我也不清楚，都是听人说的。各位慢吃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哎，老许，你还没敬酒呢。帮我查一个人，顾清河，86年，青石县第一中学的。好的，徐总。现在可能在省城正泰菜市场附近，今晚就要。好的，徐总。许流年，又是你帮大家拎东西，你怎么比谁都细心？顺手。可甜了，给你。嗯，真甜。许流年摘的野枣是全天下最好吃的野枣。大家烤的红薯都糊了，就你烤的金黄软糯，你怎么弄的？先用湿泥巴裹一层，再慢慢烤，我妈教我的。你怎么什么都会？我表哥不合脚的，你拿去穿。我上次在供销社撞见，他特意买的新棉鞋，攒了好久的钱。流年，你爸从山上摔下来，腰摔坏了，家里地没人干活了。你要不先回来帮忙，高考明年再说。阿姨，这是300块钱，我找班主任凑了一些，我爸也出了一份，你们先拿着给叔治腰。闺女，闺女，这钱太多了。你敢不参加高考，我跟你没完！流年，是清河专门跑来找我求的，你不能辜负他这番心意。流年，去考，别管家里。流年，去了大学好好念，
这笔钱不用还。秦可，我不能再拿你的钱。如果你非要还，以后有出息了，帮别的念不起书的孩子。我走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大学4年，我们通过几封信，毕业以后联系就断了。90几年，我回青石县找过她，老邻居说她嫁人了，跟丈夫去了南方，我便没再打听。可每年开学季，我都会想起86年那个秋天，那个帮我交了29块钱学费的女孩。徐总，查到了，顾清河确实在正泰菜市场7号摊位卖卤牛肉和夹馍，住在菜市场后面的老旧小区租的房子，带着一个17岁的儿子。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徐总，这事说来话长。顾女士91年结的婚，丈夫叫宋世杰，在南方做卤肉生意。2个人一起打拼，一起创业，公司从小做到大，生意做得不小。但2000几年的时候，宋世杰在外面有了人，要离婚。顾女士不同意，宋世杰就火了，同他弟弟宋世豪做了2套假账，把整个公司的资产做成了负数。什么叫做成负数？就是账面上公司不但不值钱，还欠着债。法院判离婚的时候，顾女士不但1分没分到，还倒欠了公司30万。他没请律师？请了，但他请不起好的，就找了一个普通律师。宋志杰那边律师团4个人，专门做财产纠纷的，根本打不过。后来呢？后来顾女士带着儿子回了省城，四处打工。但宋世杰人脉广，他去哪儿找工作都被人为设卡。离婚后，宋世杰对儿子不闻不问，连抚养费都没给过1分。我打听到，宋世杰跟人说过一句话，让他一辈子翻不了身，生得他到处说我的坏话。这几年他儿子在上高中，学费生活费全靠他一个人摆摊撑着。听说身体也不太好，腰有毛病。另外还有一个情况，宋世杰那家公司的前身就是他和顾女士当年一起创办的夫妻档，现在年营收8个多亿。他8个多亿，他净身出户。联系顾问律师，请他尽快动身过来。是我们长期合作的那位律师吗？正是。再让财务准备好相关项目资金。明白了。还有吗？明天早上5点来接我，别开奔驰，开那辆帕萨特。好的，徐总。徐总，车在楼下了。来了。徐总，现在过去差不多6点能到。走吧。新鲜牛肉刚出锅的，来半斤牛肉，42元。能扫码吗？可以。清河，是我。流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找你。找我干什么？我有什么好找的？清河，这谁呀？老同学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昨天同学聚会，有人提到你。谁说的？马德生。马德生，他倒是消息灵通。你别说这个，你呢？你这些年怎么样？我还行，清河。你这个老同学穿的挺体面的嘛，是不是发了财来看你的？清河，你中午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不行，中午是买菜高峰，走不开。那晚上呢？晚上要回去给念安做饭。念安，你儿子？上高2了。带上他一起。许流年，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见见你。38年没见了。好吧，晚上在菜市场后面的巷子口等我，别去什么大饭店。成。卤牛肉刚出锅的，来看看。哟，老板娘，今天的牛肉新鲜不新鲜？
王姐，绝对新鲜，今早4点起来卤的，多少钱？1斤42，怎么涨了2块？牛肉涨价了，王姐，摊位费也涨了。切，卖个牛肉还涨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卖金子呢。哼，贵死了！你先回去吧，我得忙了。流年，你来找我，我挺高兴的。徐总，您没事吧？小陈，再帮我把宋群杰查得再细一点，他的公司资产、关系网，现在跟谁在一起，还有他弟弟，全都查清楚。另外，顾清河的儿子在哪个学校读高2，学费交了没有，学习成绩怎么样，也查一下。今天之内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当年他替我挡住了命运的风口，如今我不能看着他一个人站在风里。说，顾念安在17中读高2，成绩不错，班里前10，年级排名也靠前。学校那边说，上学期学费是拖到最后期限才交上的，这学期杂费还差一部分。老师反映孩子挺懂事，基本不惹事儿，就是有点内向。还有，顾女士最近腰疼的厉害，前段时间去过社区医院，但没舍得做系统检查。知道了。徐总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做？先不惊动宋世杰，我要先把顾清河和孩子从泥里拉出来。明白。宋世杰欠他的不只是钱，是他半辈子，是他的名字，是他本该有的人生。这是念安，叫许叔叔。许叔叔好。念安，你好。你在几中读书？许叔叔，我在17中。本来成绩够上8种的，但学费太贵。清河来了，还带了客人。来2碗牛肉面，1碗素面。老板，3碗牛肉面加3份牛肉，再来几个小菜。用不着这么多。38年没见了，多吃点。好嘞，3碗牛肉面，3份牛肉，再来几个小菜。高2学习紧吧？还行，就是作业多一点。成绩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这孩子别的本事没有，读书还算争气，班里一直排前头。面来了，趁热吃。真点多了？不多。念安，多吃点，长身体的时候。看我干什么？许叔叔让你吃，你就吃。谢谢许叔叔。不用客气。你还记得你烤的那个红薯吗？金黄金黄的，全班就你一个人能烤成那样。记得，裹一层泥巴慢慢烤，我妈教的。我还记得你高中3年都给我带酱牛肉夹馍。哪有每天？那时候牛肉多贵呀。有时候就是给你馍上抹了点卤汁。可在我心里，就是每天。清河，你现在住的地方条件怎么样？还行。妈，你跟许叔叔说实话吧。我们住的房子漏雨，上个月暖气还坏了，房东说修不了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念安，流年，你今天来不光是叙旧的吧？你是不是听说了我的事儿？
听说了。听说了什么？宋贞洁。这个事儿你不用管，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能扛。你扛了10几年了，扛出什么结果了？许叔叔，你要是真的想帮我妈，你就帮。我妈嘴硬，但她天天晚上偷偷哭，她以为我不知道。念安，妈，你上个月腰疼都直不起来了，你去医院了吗？你去不起。流年，你别听孩子说，我真的不用你帮忙。当年那29块钱，你跟我提钱，86年，你帮我的时候你提钱了吗？你给我带酱牛肉夹馍的时候，提钱了吗？高考前，你给我送300块钱的时候，提钱了吗？你当时只说了一句不用还，你还让我以后帮别的念不起书的孩子。这些年，我每年捐100万给贫困学生基金，我做到了。但你呢？你自己过成这样，你让我怎么装不知道？我不是来施舍你的，我是来还债的。你丢的东西，我帮你拿回来。怎么要回来？宋时杰在南方根基深得很，律师关系，我一样都比不过他。以前比不过，现在也比不过。他去年还上了省里企业家协会副会长。那个副会长的位子，本来是行业协会推荐我去的，我没要。徐总，韩律师的航班8点半到，已经安排了接机，让他到之后第一时间来见我。好的，徐总。徐总，什么行业？科技，国内排前10。可我请不起好律师。我已联系好资深律师，明天一早便会赶到，费用不用你操心。流年，这要花很多钱。29块钱，你当年眼都没眨。你这个人还是和以前一样犟得很。谢谢许叔叔。先别急着谢，等把你妈该拿回来的东西拿回来，再谢我。先说最核心的，第一，品牌最早是谁做起来的，证据得坐实。第二，商标、配方、授权收益这些年到底怎么转的，要一笔一笔捋清。第三，世杰制业早期那笔钱和卤味门店有没有直接关联，这个最重要。如果这些都查清了，我能拿回什么？该是你的就拿回来，数额不会小。顾女士，您后面那几次创业，如果能证明有人在背后故意卡您，这部分也能追加。对。我以前真没想过还有翻回来的一天。先别想太远，一步一步来。但有件事儿我得先说在前面，如果这条线做实，你要面对的就不只是拿回钱这么简单了。有件事儿我得告诉你，马德胜之前给我打过电话，他不是单纯问我近况。宋世杰让他打的，多半是。马德胜现在给宋世杰项目供材料，这次同学会提到我觉得不是巧合。他是在试探我。你现在插手，他不会善罢甘休。那就让他来。流年，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怕，是把你知道的全都想起来。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藏多少。老许，前天走那么急，兄弟们还说下次再聚呢。马德生，我问你件事儿，同学会上提顾清凡是谁的意思？你给宋本杰做事，不会真以为我查不到吧？他就是想知道清河现在有没有人帮。那你就告诉他，顾清河这边现在有人了，他叫许流年。许总，久仰。有事说事。听说您最近和我前妻走得近，我怕有些旧事传来传去，传变了样，所以想跟您解释一下。那你解释。当年的事儿，法院判过，他情绪一直重，
看问题难免偏一些。法院判的时候，你把该藏的都藏了。徐总，这种话最好讲证据。放心，我会拿着证据跟你讲，你动他，就是碰我。材料准备的怎么样？差不多了，明天可以递。财产保全也在走，先把能动的先冻住，盯紧点儿，不要给他留转移的时间。明白。已经让人同步跟进了。妈，你看新闻，世杰置业有账户被冻结了。我在。他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我知道，你先把自己和念安顾好，别的交给我。你还是这么犟。你不也一样？我都听说了，你这次动静不小。拖太久了，总得有人把这笔账翻出来。行，法庭那边你处理，舆论这里我来盯。宋世杰这种人不会只走法律，他一定还会放消息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这事儿交给我。还有，等顾清河这边缓过来，如果他想重新做品牌，我可以帮他搭传播和渠道。谢了。哼，少来，真想谢，回头请我吃饭。行。徐总，何必为了这么一桩旧事，把场面闹得这么僵？宋一杰让你来的，大家都是生意人，留一线，你回去告诉他，这事儿没有留一线，该是谁的就是谁的。您这么做，对谁都不好看。那就让不好看的那个人先照照镜子。喂，流年，我是李秀兰，跟你说一声，宋世杰让马德胜联系了几个老同学，想劝你撤手。你怎么知道？他也找我了，我没答应。清河当年也帮过我，我妈生病那阵子，我连饭都吃不上，是他偷偷给我带吃的，还帮我补功课。他对别人一直都好，就是太不会替自己打算。谢谢你告诉我。他要是以后真把牌子做起来，我这边能帮着卖。好，我记下了。调解团那几个人查清楚了吗？查了，7个人里4个都跟世杰置业有业务来往。带头那个郑国栋，吃宋文杰的单子吃的最多。行，那就见见。明白。既然来了，就一个都别想装干净。来，都坐，都是老同学，有什么不能聊的？局是你组的，大家都想把事情说开。那你说，顾清河当年签字是自愿的，法院也判了，现在再翻，没意义。他签的时候，知道你把什么拿走了？那是正常商业安排。正常。最早的店是谁收起来的？那锅老卤是谁家的？最早的口碑是谁一勺一勺熬出来的？你后面拿去注册商标、做授权、拆收益，哪一步不是踩着他上去的？徐总，都是成年人，别把话说得太难听。难听的不是话，是你做的事。还有你们几个，今天来到底是念同学情，还是替他做人情？
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我就是来吃顿饭，这种事儿我不掺和。徐流年，你真要把事儿做绝？不是我做绝，是你欠他的，早晚得还。徐总，网上开始有动静了。说，有人带节奏，说您和顾女士关系不清，还说您借官司的炒作公司。不意外。那现在去知暖传媒。先启动全网内容监测，发布账号、传播路径、推广渠道。今天之内整理出完整方案。明白。还有，顾清河的故事可以讲，但只讲事实，不煽情。再去找青石一中那边的老档案，能证明29块学费这件事的材料都找一遍。好。会不会太高调了？对付这种人，光你自己心里清白没用，得让别人看见。徐总，网上有人质疑您介入顾女士的官司，另有目的，您怎么看？1986年，我交不起68块学费，顾清河替我补上了29块。如果没有那29块，我后面很多路大概都走不到。所以您这次出面是为了报恩？你可以这么理解。他当年帮过我，现在他被人算计，被人欺负，我替他请律师，替他把该说的话说出来，这不需要别的理由。林总，风向在变，已经有人开始翻宋一杰以前的事儿了。只盯事实，别碰没证据的东西。明白。徐流年，差不多得了。你先把你放出去的那些东西收回去，再跟我说差不多。你真以为自己能护得住他？法庭上见。流年，他们把摊子砸了。你伤着没有？我没事儿，念安也没事儿。我看见了，就是冲着他来的。你们今天别回去了，我让人先安排住的地方。不用，我这次听我的。好。第一，找安保盯紧顾清河和孩子；第二，现场监控、目击证人，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第三，把这件事交给律师，看能不能并进案子。明白。砸摊子的几个人找到了，监控拍得很清楚，顺着往下查，已经能摸到宋申杰那边的人。韩律师那边呢？能用上，对我们有利。继续盯。是。住这儿我还是不踏实，总觉得花你的钱不合适。你当年花那29块的时候，想过合不合适吗？你怎么总拿这个说事儿？因为我真记了很多年。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。什么？
那年报名的时候，我站在你后面，看了你很久。你穿着改过的旧衣服，袖子长一截，裤腿也不合身，可你站得特别直。我那时候就觉得，这个人以后不会一直困在这儿。你要是早说，我可能会更早一点知道。原来那时候就有人这么看我。说了也没用。有用，至少我会高兴很久。我有点紧张。紧张正常，进去以后有什么说什么。妈，你今天特别好看。就你嘴甜。我方认为，本案系对既判释宪的重复主张，不应再次审理。我方申请重启，不是重复起诉，而是基于新发现的重要证据。这些证据足以证明，被告在原有诉讼中存在隐瞒、转移共同财产及品牌收益的行为，包括被告关联公司的工商资料、商标转授权协议、资金流水，还有当年对内对外2套完全不同的品牌估值材料。在法庭上，他被说的几乎没有价值；在融资材料里，他却被包装成核心资产。这里面的差异，不是商业安排4个字能解释的，这只是企业正常运作中的价值变化。如果是正常变化，为什么原告对此毫不知情？为什么核心收益会经由被告近情账户中转？为什么离婚时刻意做低，融资时又做高？我方申请休庭。休庭15分钟。韩律师，我们当事人愿意和解，条件可以谈。现在想谈，晚了点儿。顾女士能拿到一笔很可观的补偿。她要的不是补偿，是本来就该属于她的那一份。此外，原告离婚后曾3次尝试创业，均在关键节点遭遇异常阻碍。我方现已掌握初步线索，显示这些阻碍并非单纯经营失败，而是有人长期持续地进行外部干预。诉讼期间，原告摊位还遭到恶意打砸，相关人员与被告存在明显关联。本案庭审结束，择日宣判。原来我这10几年不是自己不行，不是，我一直以为是我命不好。妈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念安，你陪你妈，我去处理点事儿。许6年！一审判了，法院认定对方存在隐瞒、转移共同财产、侵占品牌权益，还有恶意干预顾女士经营的行为，赔偿和补偿数额都很高。告诉他，这么多是1审，对方还可能上诉。妈，我们赢了一次，我们真的赢了一次。
2审结果出来了，维持原判。另外，对方1审后还有转移资产的动作，被法院及时截住了。不奇怪，宋志杰那边这次是真的乱了。继续盯。明白。清河，恭喜你，你这些年受的苦，终于算有个说法了。以后你要是想重新做品牌，我这边能帮你铺社区团购。谢谢你，秀兰。顾女士，后续执行在走了，您不用太担心，该追的追，该封的封，法院那边动作很快。辛苦你们了。应该的。妈，你不高兴吗？不是不高兴，就是忽然觉得这么多年太不值了。妈，我以前一直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清河，你可算来了！我还说你是不是不回来了？回来看看你，也谢谢你。这里面是2万，你之前借我的3000，我一直记着。你这孩子，3000块还记到现在，记着才对。这版火候还差一点，牛腱子的纹理没吃透，香味浮在表面了。那我们再调一轮。品牌名字我这边整理了几个方向，清河老卤、和记老卤，还有别的备选，你自己最喜欢哪个？清河老卤吧，简单一点。包装我改了3版，这个颜色会更暖一些，也更像手做的感觉。不错。你一说起手艺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这是我外公留下来的，我不能砸他。钱的事儿你别急。不，该我出的一部分我自己出。以前丢掉的东西，我想自己一点点拿回来。好。顾总，从菜市场摆摊儿到重新创立品牌，您觉得最大的转折是什么？一个老同学来我摊上买了半斤卤牛肉。您是说许流年？是他。38年前我替他补上了29块学费，38年后我出了事，他带着律师来找我。你们之间是不是？我们之间是同学，也是记了一辈子的情分。采访播出后，很快被大量转发，这才叫同学情。29块钱记了38年，这比编的还真。顾总也厉害，自己能重新站起来。这套你先住着，离念安学校也近。我不能总这么欠着你。那就当借的，等你以后挣了，再慢慢跟我算。妈，先住下来吧。那我记账。行，随你记。我前几天做了个梦，梦见又回到青石一中。梦见什么了？你还坐我旁边，穿着那身改过的旧衣服。报名那天，你站在那儿，手里攥着钱，耳朵都红了。你记这么清？当然记得。流年，谢谢你没把我忘了。
我这辈子记住过很多事，但最不敢忘的，一直都是那天。1986年秋天，青石一中报名处，一个叫顾清河的女孩，替一个穷小子补上了29块学费。从那天起，这笔情我就一直欠着。顾总，今天站在这里，您最想感谢谁？3个。第一个是我儿子顾念安，很多我不懂的、不会的，都是他帮着我一起撑过来的。第2个是许流年，第3个是林之暖，没有他们，我走不到今天。你还记不记得高考前一天晚上，我们在操场上背书？记得，文字特别多。那天你说等以后有出息了，请我吃顿好的。我真说过？说过，你赖不掉。那这顿我欠的够久的。是挺久，等哪天大家都不忙了，一起吃。好。